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天地建新，越看越开心。观众，这句是热梗成精了吧？天地建新开播不到10天，观众的情绪已经从万箭穿心哭到肝肠寸断，迅速切换为笑到嘴角与太阳穴并肩。西域副本的开启像一道分水岭。昔日压抑的王权富贵少爷终于暂别沉重命运，而观众的创造力也随之彻底解放。西域、遥控器、复仇者联盟，这些脑洞大开的热梗以病毒之势蔓延，让这部改编自狐妖小红娘的作品意外成为一场全民梗王狂欢。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在剧中主动剔除贱卖，被发配西域，剧情本应充满悲情色彩。但观众却用幽默解构了苦难。10月25日开播当天，爱奇艺站内预约量突破480万，而随后的2周内，弹幕和评论区已然变成梗文化的发酵现场。就连程毅本人在追剧团活动中都坦言跟不上网友的造梗速度。别说哥哥之鼓掌跟不上梗了，其实我也跟不上。这种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趣味互动，让天地建新的观剧体验超越了剧情本身。当剧情舞台转向西域，这个原本充满异域风情的地区名称，率先遭遇观众的文字游戏。键盘输入法的无心之失催生了西域这个新称谓，完美契合了该章节轻快的叙事节奏。王权富贵在风沙镇靠叠纸灯的手艺自力更生，面对女悍匪打劫村庄时挺身而出。这些情节在以往本该是苦大仇深的复仇戏码，如今却充满了反套路幽默。富贵少爷指挥抱妖反击逃走的戏份干净利落，观众立刻赐予他遥控器称号，既凸显角色能力，又带着科技感的戏谑。更有粉丝发现，程毅在剧中的皮衣造型看似时尚，实则是万年内搭，同一件内搭服装贯穿多个场景，被调侃为哥哥果然好节约。剧中角色关系在观众解读下焕发全新笑点。女土匪调戏富贵少爷的片段引发集体调侃，观众戏称恨不得自己化身女土匪，亲自上手摸一摸美人的脸，还是不给工资倒贴的那种。玉水珠被土狗吞下的情节更是引发连锁反应，观众脑补出富贵少爷为取猪可能暴力揍你，揍到你吐出来为止，也有可能掏你嗓子眼的极端方案。更有大胆网友提出，他掏嗓子眼的时候，可不可以顺口缩他手指？这种看似荒诞的评论却获得高赞，显示出观众对传统虐恋叙事的叛逆性解构。王权富贵与堂弟权如木、土狗范云飞组成的复仇者联盟成为新的笑点担当。3位角色各自背负父亲带来的创伤，王权红叶把儿子当刀子，权敬亭把儿子当棋子，土狗爹把儿子当模子。这种共同遭遇让他们的相聚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的。剧集热梗早已突破粉丝圈层。我儿曹植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梗，实则是沃儿曹植的谐音变形，专门用来表达对王权富贵高燃场面震撼。这个梗在全平台大出圈，甚至被舞到程毅面前，引发观众好奇他本人的反应。程毅与李一桐的 CP 组合也衍生出小猪佩奇的创意梗。李一桐在采访中解释，这个梗来源于王权富贵骑马在青铜的戏份，那是2人的第1场对手戏。当时程毅需要蒙眼骑马，李一桐最初有些害怕，但程毅骑得又快又稳，完美展现了角色魅力。更有3勺盐、3勺糖、3个大馒头的食物梗串联全剧。前有郭俊辰角色不想被人忘记而多加3勺盐，现有12580给王权富贵煮汤放3勺糖，还有富贵每天被父亲喂3个馒头，只喂馒头还逼着练剑。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被观众串联起来，构建出独特的观剧密码。
热梗狂欢的背后是扎实的制作功底。程毅为塑造王权富贵这个角色付出了极大努力，每日挥剑500次，吊威亚10小时，将12套剑招练至肌肉记忆。武术指导透露，程毅的训练强度让武替演员显得抠强。剧中那段引发热议的蒙眼打戏，程毅以黑布复演，剑招却如行云流水，仅凭风声便未刺破落叶。这种肉身铸剑的执着延续了程毅从琉璃到莲花楼的打戏进化史。导演王一许为邀请程毅出演，曾进行长达3年的死缠烂打，看重的正是他对复杂角色的解构能力。王权富贵的人设极具层次感，前期是被家族操控的道门兵人，眼神空洞如傀儡；后期在青铜引导下逐步觉醒，从握剑的迟疑到挥剑的决绝，呈现鲜明对比。天地剑心的观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剧情，而是主动参与内容再造。剧集开播时，入王权山庄睡王权少主的檀木耿迅速占领屏幕，随着剧情发展，又演变为入王权山庄抢少主抚养权的新话题。富贵少爷每天练习8个时辰剑法的设定，引发观众对其辛苦程度的心疼与调侃。当他喊出青铜时，评论区立即被显眼包式留言淹没，甚至有粉丝将富贵与程毅此前角色李莲花联系起来，戏称他为李莲花的远房亲戚李莲藕。对富贵少爷视力障碍的描写，观众也展现出幽默态度。一条获赞众多的评论写道：“说我们少爷走500米路摔200次，你的心可真狠啊！要是王权富贵真的摔跤，我愿意当他的肉垫。”这种看似戏谑的表达，实则蕴含了对角色的深切喜爱。西西域副本中，王权富贵虽失去剑脉，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在风沙镇，他不再是王权山庄的少主，而是靠叠纸灯手艺为生的普通匠人。当他为救父亲，证明黑狐存在，挥出天地一剑救下众家主后，反而被遗弃盟扣上破圈之人的罪名。这份大义之举成为他被剔除剑脉、发配西西域的导火索。富贵与青铜的感情线也面临新的考验。青铜被黑狐控制，其弟青城打晕姐姐并将其软禁，还伪造手谕欺骗富贵。青城希望姐姐将对兵人的爱转移给自己，这种扭曲的情感成为剧情的新冲突点。范云飞作为西西域篇的重要角色，本是沙狐妖国的二皇子，为让位给哥哥而离家出走，与富贵少爷有一段奇遇。他被父亲抓回后强制化形，在苦肉计下继承王位，又被父亲亲手送到贼窝寻找玉水珠。这些角色各自的困境在西西域交织，形成新的故事网。天地剑心在玄幻包装下坚持硬核武侠打戏，万箭齐发的场景采用实景拍摄，剑阵展开时金属撞击声如惊雷炸响。王权剑重达8公斤，剑鞘镶嵌的玉珏为手工雕刻，服装纹样参考道教符箓，法器设计融合商周青铜器元素。这种对传统美学的追求与现代特效技术结合，创造出独特的视觉语言。程毅在片场表示，真实感是让观众相信角色的基石。威亚勒痛也好，剑柄磨破手也罢，疼痛本身也是表演。当绿幕特效足以替代大部分危险动作时，演员的肉身拼搏成为虚拟时代稀缺的诚意。天地剑心的热梗文化早已超越单纯娱乐，成为观众与作品深度互动的方式。花开富贵这个名字从最初被炒土气，到因关联王权富贵而变得好听，体现了观众对角色情感认同的转变。粉丝们自称天王老子，面对程毅时自称小甜心，对外却展现强势一面。这种反差萌成为社群互动的乐趣所在。更有观众对程毅在剧中的恋爱戏份表现出极大好奇，
相关讨论常引发热烈回应。每一个热梗的诞生，都是观众对作品内容的再创造与情感投入。从唢呐声响起，富贵登场的仪式感，到对反派全敬亭音静与近音相近而被戏称为 “stop 书”的幽默解构，观众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剧集的传播与解读。当一部剧集的热梗文化如此蓬勃，当观众的创造力与剧情本身形成奇妙共振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观剧方式的根本转变？演员的硬核表演、精心设计的武打场面与观众创造的西西域、遥控器等平行叙事，究竟哪一方更能定义天地剑心的真正魅力？